我一直喜欢小的机箱，小有小的好处，倒不是因为便携啊，是因为省空间。哪怕真的有一天碰上了外出需求，塞进包里也能带走。所以 NUC12龙之峡谷刚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，除了体积小之外，它还给了一个能装下标准双槽卡的空间。这个尺寸最高是能到3090的，在40系发布之后，只能装双槽卡的空间显得不那么极致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是老黄自己的问题。So NVIDIA 剩下的散热、锁屏的 CPU 以及只能装笔记本内存，这些缺点在我来看都好办。挑选的时候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毕竟小也有小的坏处。最头疼的还是它只给了一个额定功率只有650瓦的电源，直接把这么好的显卡空间给浪费掉了。我向英特尔询问过，得到的结果是最高能支持3080这样的显卡，其实也还好，空间没有浪费太多。以我的配置为例，我选的是 i9 版本的主机，选配的显卡是3080 12G， 因为那个时候 12G 刚刚上市，不用太担心当时已经风声鹤唳的显卡市场。万万没想到，我本以为是3080加了显存，就没多看，结果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功耗和3080太差不多，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更高一点。最后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，毕竟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。最开始的2个月，我是使用原本的650瓦电源来带这一套配置的，能够成功点亮，跑一些重的任务，玩游戏也都很稳定。但是我发现，只要在显卡的设置面板里把卡调到性能优先的模式，主机就会有概率触发过载保护。3080 钛这个级别能耗的卡，应该就是顶着电源的上限在跑。从长期使用的角度来看，像我这样时时刻刻都是顶着上限来用的话，是会有安全隐患的。所以我决定更换电源。NUC12龙之峡谷使用的是一个全焊的标准尺寸的 SFX 电源，内部的设计非常的紧凑，是一块定制的电源，从电源内部直接伸出一条延长线到机箱的尾部，然后在侧面装一个侧板，通过挂钩挂在机箱内壁上，而且用来固定电源的螺丝孔位也不像一般的电源那样在侧面，而是在风扇一侧的正面。在市面上是没有现成的电源使用这样的设计的。期间我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把结构改成常规电源的安装结构，结果走了不少弯路，我就不细说了。我直接说我最终是怎样成功的。替换的电源选择的是全焊的 Dagger Pro 系列，这个系列目前最高有额定功率850瓦的选项。根据全焊的公告，后面还有1000瓦，自带40系那个16pin接口的款式，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更多的消息。而且你看这个外形，在拆开之后，我更加肯定了，龙之峡谷自带的电源应该就是用这个电源改来的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上机测试自然是能够成功点亮的。剩下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电源装进去了。机箱里面留给电源延长线的空间非常的小，我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么薄的弯头延长线，最薄的也有1厘米的高度，不过还是有可以省下的空间的。这个插头插紧之后，其实还是有额外占用的空间，所以只要把插头磨薄就刚刚好。这里磨掉了大概 1.7 毫米的长度，同时把背面磨薄一点点，大概就是把背面自带的下凹的 logo 磨平的程度，然后完美贴合。当然当初留下这个高度是有原因的，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是为了方便拔下来，这个我自己试过，使用的电源接口没有过分的紧，只要找好力道，拔下来是不用特别费力的，当然确实是没有之前方便了。另外如果因为太短而插不到底的话，内部的零线和火线是完全暴露出来的，所以在切削的时候一定不要切得太长，而且接口一定要平，否则都是不安全的。有条件的话还是用切割台来做吧。这个侧板内部有一个折角，这个折角大致相当于机箱内壁的挂钩的高度，所以这个折角只要刚好能抵在插头的背面，就表示这个空间足够在安装之后能够顺利的滑入挂钩。然后就是线和接头，首先是把原本电源上的接口按照相同的方向焊接到延长线上。相似的接口配件有很多，但是我没有找到尺寸规格完全一致的，如果你能找到的话，还是推荐买一个新的，尽量保证原装电源的完整，切记不要把零线和火线接反，如果拿不准的话，最好找人帮忙。不算接头长度的话，线长只要40厘米就够了。强烈不建议拆掉三角插口之后直接焊接延长线，不然你猜我为什么有2个电源？如果你选用了和我一样的延长线的话，这个线的线材比较硬，在装机的时候尽量不要扎紧。虽然是用顶部风扇这个需要旋转的结构走线的，但是如果你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没有把线扎得很紧的话，线材在弯折的位置是不随顶盖转动的，所以合上盖子的时候，线材承受的扭力也不是很大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还是直接用软线吧。因为线材变细了，我还设计了一个零件来防止线材脱出来，但是效果不太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就是固定了，因为完全是一样的电源，所以直接把正面的外壳互换就可以，只需要拆这一个位置。虽然明确写了拆机会失去保修，但是保修贴却很默契的贴在了背面的螺丝上。当然我没主动去问啊，拆不拆还是自己权衡吧。拆开正面的壳会把电源内部的电路暴露在外面，但是替换的过程是不用接触到任何内部主要的元器件的。如果你的电源通电过，请做好绝缘准备，不要接触到任何电容的引脚上面。虽然只拆正面壳是很难接触到的，但是还要小心，而且别把螺丝掉进去了，否则会很过瘾的。接着按照电源原装那样装回去，然后就可以插电开机，轻松秒杀。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了。期间走了不少弯路，耽误了很长时间。期间 NUC13 也发布了，虽然体积变得更大了，这一点我不太喜欢，
但确实换来了更多的空间，改进了12代的一些瓶颈。对于很多想要 ITX 的人来说，应该是比12代更好的选择。因为在这个上面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把内容整理出来，希望这个视频还能让一些人觉得有用吧。